太平天国覆灭到底有多惨烈？副将被逼坠入悬崖，主将被数十人围攻爆头，剩下700多核心成员也悉数被杀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太平天国覆灭的背后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往事？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一切还得从1864年说起。这一年的7月，湘军悍将突破天津城，幼帝洪天贵福在李秀成等人掩护下去到了湖州，暂时躲过一劫。之后呢，李秀成在方山被俘，李世贤、汪海洋则各自拥兵20万直接南下江西，并未参加战斗。唯独陈德才拥兵20万在湖北一带作战，很快就全军覆没。至此，太平天国的部队就只剩下李世贤、汪海洋手中的40万。这40万大军令清朝廷惶恐不安，于是呢，便派出大将左宗棠南下绞杀。第2年的3月，太平军在舍利奥全歼左西湘军6营1800余人，太平军也因此士气大振。可惜的是，小胜并不能改变当前太平天国的危机。在短暂的欢愉过后，左宗棠与太平军再次展开了战斗。这次与他对战的是李世贤，双方激战数十天后，最终李世贤败下阵来，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李世贤仅带着10余骑兵躲进深山，而李世贤在和左宗棠战斗时，汪海洋的10万大军就在不远处。可是呢，他并未带兵参加战斗。李世贤虽然躲进了深山，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复国的念头。在打听到汪海洋的住所之后，他乔装打扮，伪装成难民，一路乞讨，去到了汪海洋所在的大营。本想和汪海洋一起商量复国之计，但是汪海洋却因为他的到来而变得惶恐不安。毕竟当初漳州之战时，如果自己能出手相助，那李世贤的大军不会败得那么惨。而且从爵位上来说，李世贤的爵位是高于自己的，一旦李世贤想治自己的罪，那自己只能认。抛开这些不说，漳州之战后，汪海洋以为李世贤已经身死，便收编了他的亲信。如今呢，李世贤突然回来了，汪海洋怕李世贤会乘机夺取军权。思来想去后，汪海洋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直接命人悄悄杀了李世贤，然后呢，又将他手下的1000余人亲信逮捕，并对外表示李世贤已经投敌，自己奉命将他诛杀。众人虽然不信，但迫于汪海洋的权势，只能选择默认。至此，太平天国的5军主将就只剩下了汪海洋，他成了太平天国名义上唯一可以号令全军的人。汪海洋获得大权以后，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？此时的汪海洋虽然拥有15万大军，但因为此时的连续战败以及他杀李世贤的这一举动，让军心极其不稳。再加上寒冬将至，将士们却没有足够的衣物以及食物，如果就那样等下去呢，那么将难以度过寒冬。最终，汪海洋决定不坐以待毙，打算先率军攻占嘉应州，然后在嘉应州安顿休整，等到来年开春再重新突围。这一年的12月，汪海洋在捻军的帮助下拿下了嘉应州城。他深知这短暂的胜利很有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，于是呢，刚进城中没休息几日，他便开始了积极部署，带领士兵加固城池，同时修建要塞。这边汪海洋正风风光光的积极防御，另外一边清朝廷也得知了他拿下嘉应州的消息。左宗棠认为，如果等来年春天再攻打嘉应州，到那时汪海洋的队伍也休整得差不多了，想要拿下他们呢，难度只会增加。他认为当下即应是攻打嘉应州的最佳时期，于是便急调提督鲍超部12000人，由福建武平至广东平远东时，只去嘉应州城西北相公亭一带驻扎。看到大军压境，汪海洋也开始慌了，毕竟此时的队伍乱作一团，实在不适合对外征战。1866年的1月，此时正值寒冬，即便是广州一带，天气也并不暖和。左宗棠亲临前线督师，准备在此彻底扑灭太平军余部，没想到一直窝在城中的汪海洋等人却给他来了个出其不意。1月2日，汪海洋突然率军从城中杀出，此时的清军并未做好防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汪海洋的队伍连续斩杀清军2000余人，击毙清将10余人。这一次的胜利让太平天国军士气大振，
并在20天之后再次主动出击，与左宗棠的队伍来了个正面交锋。双方杀的是天昏地暗，一副不置对方于死地不罢休的样子。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，这一战极其惨烈，因死伤人数太多，就连山边的小溪流都被染成了红色。在经过多天的殊死搏斗后，汪海洋事先部署的1万余精锐突然从侧翼杀出，这让清军阵脚大乱。刘典所率领的部队率先败下阵来，一连2次击败清军，让汪海洋有些沾沾自喜。他决定扩大战果，于是不顾队伍还未休整好，便带着大军乘胜追击清军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他还站在战马上率先冲入敌军展开肉搏。汪海洋的这一举动会给太平军带来什么影响呢？原本在经历了数日的战斗后，大多数太平军都精疲力尽，颇有要休整之意。可汪海洋身先士卒的举动，从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们的士气。看着冲在前面的汪海洋，太平军无一不精神抖擞，一个二个士气高昂，前赴后继。这让接连征战了数日的清军有些招架不住。即将溃败之时，太平天国的叛徒丁太阳告知清军汪海洋位置，并表示擒贼先擒王，如果能够将汪海洋拿下，那太平天国剩下的队伍将不攻自破。清军采取了他的建议，命洋枪队瞄准汪海洋射击。一阵炮火响过，汪海洋也被爆了头。眼见主帅已死，太平军顿时乱了阵脚，纷纷败退入城。此时的太平军虽然溃败，但仍旧没有想要转投清政府。众人纷纷推举副将谭体元主持军务。这一年的2月，谭体元率部与鲍超所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本想为太平军余部突围打好掩护，却不想军中已有叛徒。凤王黄十四提前向清军汇报了太平军的具体路线，并提前在突围之路上设下伏兵。谭体元虽奋力杀敌，但最终却因敌众我寡，最终太平军连连溃败。所剩的4万人也不想再过这种整天东躲西藏的日子，选择了向清军投降。谭体元眼看大势已去，不想落入清军手中受辱，便选择纵马跳下悬崖。虽然侥幸逃过一死，可是没过多久便又被清军抓获，最终被处以凌迟之刑。谭体元这支队伍覆灭后，整个太平天国就只剩下了东平王何明亮。他继续率兵抵抗，可惜双方力量悬殊过大，且自从天津城被清军攻破后，太平军便已经没有了补给。最后何明亮弹尽粮绝，只好选择了投降。本以为能够就此逃过一劫，可是清军却坚持斩草除根的道理。清朝廷并未放过太平天国核心成员，约730余高级文武官员被镇杀，其中便有何明亮、黄矮子等，就连右天王洪天贵福也被处以凌迟之刑。至此，太平天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虽然南方还有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，但没了主要将领的领导后，他们也犹如一群乌合之众，再无复苏的可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太平天国虽是在天津城被攻破1年后才彻底覆灭的，可是天津事变早就为最终的失败埋下了种子。纵使将领们殊死搏斗，也改变不了最终失败的结局。他们最后的挣扎，只不过是为太平天国的覆灭拖延时间罢了。